今年6月，一段百善展的现场短片悄然在网络上流传。影片中的女主角气质端庄，仪态优雅，让不少人惊呼：这是谁？她不是明星，也不是政坛名流，而是毛泽东嫡孙毛新宇的妻子刘彬。在那一刻，人们突然想起了这位一度高调现身，后来神隐多年的红色军夫人。可是当刘彬再度出现在聚光灯下，一连串被掩埋多年的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她的前任郝明利真的亡于秦城监狱吗？而她的丈夫毛新宇真的是毛家嫡孙吗？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一切的背后或许牵扯出一场红色家族的禁忌罗生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婚姻，一段被江青痛恨的母女谜案，以及一张手紧紧牵在一起的诡异合照。毛新宇的身世是历史档案中的秘密，还是中南海不愿面对的真相？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杨正。今天我们要为您揭开一段被刻意遗忘的红色秘史。6月8号，有业内人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段中国扇子艺术学会会长刘彬出席百善展活动的视频。48岁的他状态极佳，优雅端庄的气质让人印象深刻。除了扇子学会会长，刘彬还有另一重身份：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公开资料显示，刘彬1977年1月21号出生于江苏镇江，1995年入伍，服役于青藏高原格尔木地区兵站，97年考入军医学院，2000年经人介绍与毛新宇相识。当时毛新宇是中共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据说毛新宇对他一见钟情，2年后两人结婚，如今两人育有1双儿女。刘彬是毛新宇的第2任妻子，毛的第1任妻子叫郝明利，据传已经离奇亡于秦城监狱。郝明利在1994年与毛新宇相识，当时他在一家旅馆的餐厅担任领班，主要接待有身份的客人。毛新宇和母亲邵华、外婆张文秋恰好入住了郝明利工作的旅馆。据说毛新宇对郝明利也是一见钟情。当时郝明利还是山东矿业学院经济管理系的一名夜校生。两人认识后，郝明利很快就转学到北京大学国际商务系，期间就住在邵华家。1997年，郝明利从北大毕业，和毛新宇结婚。当时大陆媒体对此做了大量报道，两人的结婚照登在当年的一些刊物杂志上。毛新宇与郝明利第一次婚姻为何破裂，相关信息很少。有传是因为郝明利婚后4年没有生育，两人因此渐生嫌隙。也有说是2002年5月，郝明利得知毛新宇另有新欢，而和丈夫闹翻，被秘密关进秦城监狱。2003年12月29号凌晨，郝明利亡于秦城监狱。毛新宇的婚姻史只是他复杂身世的一个侧面。作为毛泽东唯一在世的嫡孙，他的身份注定备受关注。今年55岁的毛新宇生于北京，是毛泽东2儿子毛岸青与邵华的独生子。据说名字是毛泽东起的。毛新宇的学术道路与他嫡孙的身份密切相关。毛新宇在40岁时晋升为少将，是中共最年轻的少将之一。他在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工作，主攻毛泽东军事思想。虽然他的工作听起来很高大上，但是毛新宇在公众场合的表现，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位学者，而更像是在专职扮演毛泽东的孙子。他最常用的话就是"我爷爷"。
他也因此被外界戏称为职业孙子。关于毛新宇身世的传说从未停止，这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混乱的男女关系，尤其是他与张文秋、少华母女的纠葛，更是为毛新宇的身世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据党史资料和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生活极为放纵，身边女伴众多，身份各异。他毫不避讳地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对道德约束不屑一顾。坊间流传最广的猜测是，毛新宇可能是毛泽东的儿子，而非孙子。张文秋早年与毛泽东有过交集。1937年，张文秋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青睐，但因其已婚且有孩子的身份，未能成为主席夫人。他转而通过将女儿刘思齐嫁给毛岸英，成为了毛岸英的岳母，又和毛家建立了联系。未料毛岸英因为一碗蛋炒饭亡于朝鲜战场。10年后，张文秋又将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22岁的少华嫁给了37岁的毛岸青。当时毛岸青正在大连治疗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按法律规定他是不能结婚的，但因为毛泽东同意，医院也不敢反对。至于毛岸青的病情，坊间传闻他是被毛逼疯的。1951年秋，毛岸青与领导发生口角，毛泽东下令他写检讨，将他逼疯。后来又数度住院，最终成为了一个废人。时评人文昭认为，少华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愿意嫁给一个精神病人，这其中肯定有隐情。在毛岸青和少华回北京后，毛接见了他们，三人留下了一张合影。令人惊讶的是，毛与儿子毛岸青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但右手却和少华十指紧扣，而毛岸青的表情则是诚惶诚恐，显得十分害怕。据毛新宇自己晒出的照片，公公和儿媳也是十指紧扣。更加过分的是，毛泽东的手还放在少华的大腿上，这是恋人间才会做出的动作。这些照片都显示两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公公与儿媳的界限。1966年，江青在北大公开控诉张文秋母女，说张文秋是个大骗子，自己10多年来一直在受着母女三人的气，气得连心脏病都要犯了。说着说着，忍不住嚎啕大哭。据悉，少华和毛岸青结婚后，有恃无恐地进出中南海，而他一去，江青都不能进毛泽东的寝宫。父子关系、公公与儿媳关系的错位，自然让人们产生了联想。一些人据此猜测，毛新宇可能是少华和毛泽东的孩子。不过，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曾表示，毛自61岁后就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毛新宇出生时，毛泽东已经快70岁，这一猜测也因此存疑。另一种传闻则认为，毛新宇可能是少华与前男友徐文博的孩子。徐文博是中共大将徐海东的儿子。少华与徐文博在北大曾是恋人，后被张文秋拆散。有人对比毛新宇与徐文博的照片，认为两人外貌非常相似，并且毛新宇与毛氏家族成员的疏远，似乎也支持这一猜测。毛泽东亡于1976年，当时毛新宇已经6岁了。毛新宇生于北京，长于北京，与毛泽东近在咫尺。但是毛泽东生前却从来没有见过这唯一的孙子，也从来没有两人的合影流出，这完全不符合毛新宇言必称我爷爷的作风。另外，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娜和侄子毛远新也从来不和毛新宇一同祭拜毛泽东，显示毛新宇在毛氏家族中的地位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毛新宇的身世之谜，或许只有在历史铁幕揭开的那一天，
才能真正水落石出。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